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如何把你内在充满批评、过于严苛的声音，变成你内在的人生教练。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所以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哦。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也帮我们分享出去，谢谢。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讨论一下所谓的内在过于批评的声音。我们在上一个影集呢，我们有讨论到了，就是有7大现象是代表着你的内在的声音也许过于严苛、过于批判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讨论如何把这样子的声音变成是一个正向积极的声音。另外，我们还会跟大家讨论它的心理学的概念，还有它是怎么来的。然后也会教大家一些方法，如何克服这样子一个内在批判的声音哦。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如果你的内在声音呢，过度于关注在于错误的事情，或者是你的失败，然后他们会阻止你成长，那你就会开始不喜欢你自己，而且会开始怀疑你自己的判断力。那我们要克服这个过度批判的内在声音呢，我们就要试着去挑战这一些想法。那我们要重新把这样子一个想法建构成为一个比较支持性、有正向的一个语言。我们现在跟大家讨论一下所谓的心理学概念。我们在心理学里头呢，有一种叫做成长的思维跟固定思维 （fixed mindset and growth mindset）。那所谓的 fixed mindset 就是当你一犯错，又或者是你失败的时候，你就觉得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的，我一辈子就这样子 Q 港了。听得懂台语吗？就是很失败的意思。那你就会觉得就是这样了，然后你就不会想要去突破。而至于 growth mindset 成长性的思维呢，就是你会试着透过你的经验，不管是失败或者是错误呢，来从当中去学习调整，并且是想我要如何把这个错误克服，我要如何从这当中成长，而你就可以从这里头去学习到不同的东西，甚至去拉回不同的资源来去帮助你成长。而这就是两种心态不一样的地方，而你也能够接受事情不是所谓的黑跟白，而是有所谓的灰色地带，而它不会永远都是正向积极的。And that it's okay。我们就是在这样子一个灰色地带当中，不断慢慢的找到我们自己的一条出路，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固定跟成长的心态，而这会对于我们对事情的观念，还有我们对于事情的态度，还有我们人生的 outcome， 就是你人生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有很大很大的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那些内在声音是怎么来的呢？通常呢，我们一个人的内在的声音呢，通常是来自于我们主要照顾者，我们从他们身上去学习到的。很多时候我们童年时期的一些事情，来自于主要照顾者怎么样对待我们，而我们内化了，我们学习到了他们怎么样看事情，他们怎么应对事情，同时间就形成了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我们的人格，还有我们的自我概念。所以试着想想看，如果你的主要照顾者通常可能就是你的爸爸妈妈，那当然可能你身边还有哥哥姐姐，那或者是你可能处在一个大家庭，也有一些亲戚是在你身边的，一起成长的人。那试着想想看，如果这些人呢，对于你总是充满的批评，然后非常的严苛，老是说你不好，但同时间呢，又没有给你一些适时的表扬或鼓励来平衡你的心理的时候，那想当然你对于自己的概念，对于自己就不会有太多的自信，就会对自己充满了批评，然后也会觉得自己怎么做都不够好，那也会充满了怀疑。就像如果你可能会听到你内在的那个照顾者跟你说，你事情还没有做完你就这样子了吗？你是不会吗？你这样子就不行了吗？又或者是当你把事情完成了之后，
你只会做到这样子吗？又或者是你事情做完，你觉得自己好像还不错，然后对方就会说这又没什么，有什么好开心的？对你老是说一些非常负面然后贬低的话，那自然而然的就会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你也可能会相信你这辈子可能就不会有什么样的成就了。那如果你内化了这一些声音，那你可能就会因此而就觉得不会很想要太努力，因为你觉得反正我都已经这么差了，我这辈子怎么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成就呢？那你就不会想要再为自己争取些什么，或者是再努力些什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讨论如何克服。我相信跟大家谈了这些之后，还有包括上一集影片，可能有些人会开始有一种心有戚戚焉的感觉，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讨论如何克服。要解决我们内在声音过度批判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可以试着写日记。当你开始对于自己的一些内在对话有所觉察的时候呢，可以试着把它写下来。那当你写下来之后，你就可以开始跟自己有一些对话，甚至有一些反思，可以去思考，这些是哪里来的？当我有这些想法的时候，这个想法是哪里来的？那它会帮助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又或者是看见原来我是这样跟我自己说话的。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我们要先考虑的就是我刚才有提到很多都跟我们童年经验有关，所以试着去追溯你早年经验跟你的父母啦、兄弟姐妹啊，还有亲戚啦，甚至是老师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也许可以帮你更清楚的看见小时候曾经发生某些事情。例如说我在这里玩，然后大家都在那里笑我，又或者是我在这里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是说我做得很不好，说我做得很差，又或者是我明明考90分，又或者是我明明拿了一个 A， 但是他们觉得不够好，就对我很凶，甚至我可能没有拿到最好的成绩，然后可能我的爸爸就非常非常的生气。这些都会变成我们内化的一个声音，他们怎么样批评我们，可能他们说我们很笨，我们可能就会不断的内化这样子的声音，而不断的在说这个是很白痴怎么这个都不会。那这就是我们内化的主要照顾者那些非常非常批判的一个声音，然后变成是我们自己的声音。所以可以试着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观察去想一想，你有没有一次又一次的听到哪些话可能非常的伤人，那你可以试着把这些事情经验你所记得的一些记忆写下来。那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才不是我，那是我妈说的话，我妈到现在还这样跟我说话。那可能是你妈妈，但是也许你也已经把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内化变成是你自己的话，所以当你在外面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那种就是怎么这么笨，这个也不会的那种话语会自动的跑出来，跳到你脑海，甚至不自觉的就是说出口了。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透过自我观察，然后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更多的觉察的第一步。那第二个方式呢，就是去观察你是不是有很习惯贬低自己，或者是不习惯接受赞美的一个倾向。很多人都会这样，例如说当别人看到你你把这个方案做完了，做得非常的好，然后你觉得没什么啊，这个明明就很简单，真的没什么啊。又或者是说呢我们这个团队之所以会做到这里，是因为没有其他的竞争者啦，真的没有什么。就是你会不断自己去矮化你自己的成就，又或者是当别人给你赞美的时候，你会很习惯的就是不去接受它，用一些比较迂回的方式来回应，又或者说其实是别人帮你的，别人的成就跟你没有太大的关系，你什么都没有做。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模式的话，也许就是因为你觉得 I don't deserve， 我不值得，然后你就会很不习惯接受赞美，又或者是很习惯性的去矮化你自己的成就。我们开始把这些东西写下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开始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那接下来呢，你就可以重新思考看看你的内在声音，然后可以去看见你自己有
有多么令人沮丧的一些思维模式，了解你自己的内在思考对你自己的情绪有哪一些的影响。那这就是所谓的后设认知。当你能够客观的去思考你的想法，客观的去看，甚至问自己，这样子的想法是有证据的吗？是真的吗？还是其实是我凭空想象的？这样就会有机会让我们把这些内在负面的想法，还有非常批判的想法呢，跟自己隔出一些距离，然后透过客观的方式来有一个对话，并且去修正，也许这不是我的想法，这是别人的，又或者是这是我以前学来的，我不需要再重新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对待我自己。那最后一步就是练习对自己善良，并且对自己展现同理心。我想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试着想象，如果这个人是你的朋友的话，你会怎么跟他说呢？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非常的严厉，就会觉得怎么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完。但如果是你的朋友，你可能会说没关系，再继续努力，其实这件事情应该不难的，我相信你可以做完。我们对朋友说话就非常的友善，然后非常的正向，但是我们相对的对自己可能就非常的批评。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试着想象，如果那是你自己的孩子，又或者是那是你身边可能有一些比较亲近的子女啦，或者是朋友的孩子，试着想，如果是那个孩子在你面前，你会怎么样跟他们对话？你会怎么样跟他们说？又或者是另外一个方式，我觉得也非常有效的是拿出自己童年的一个照片，去看看那个可爱又纯真的自己，他是这么的无辜，可是为什么要承受这么多的批评呢？当我们去看见那样子一个非常纯真的一个自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也许可以软一点，我们可以不用这么的严厉，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爱，更多的支持，然后更多的同理心。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不知道你对这个影片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欢迎跟我们分享哦。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分享出去，因为这可能可以帮助到很多人哦。那我们下一次见了，拜拜。